1960年，3年自然灾害的第2年，饥饿扰得孙武范不能入睡，冒着寒风去门外水缸喝了个够圆，才进屋躺下。这糟心的穿越，这糟心的年代，金手指呢？我的金手指呢？怎么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，我这穿越过来3个月了也没动静？你知道我这3个月是怎么过的吗？这3个月来没啥吃，没啥穿，现在走路都晃的，胡思乱想的一波，孙武范才迷迷糊糊入睡。孙武范大学毕业就在社会当了几年牛马，后来直接辞职回家包了10亩地，弄起了大棚，养些鸡鸭和蔬果，1年也能存下个几万，对这样的日子也挺满意。哪知道那天孙武范骑着小电驴从大棚回家的时候，刚见1年多的路得出一个大洞，孙武范直接栽了进去。再次醒来，已经是1960年，他魂穿到了这个16岁青年身上。嗨，武范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不行就到旁边歇着，别在路中间挡着别人的道。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？我再试试。武范擦了把汗，稳了稳肩头的担子，试着站起身。旁边的村民听到这话都乐了，嘴角咧了下，却没几个发出声音的，太饿了，摇摇晃晃东倒西歪。眼看稳不住，孙武范连忙把担子卸了。不行，太累了，双腿打晃，2只胳膊都使不上力气。别说现在，就是吃饱了，他也干不了这种劳力的活。你别担担子了，过去浇水。知道了，队长。听到队长王双宝发话，孙武范应了声。孙武范这个大个子，在一群妇女老人中也算是鹤立鸡群，可干活速度比起他们那差的就远了。但瞧着孙武范这孩子不容易，村民也没多说什么。时间刚入3月，太阳高挂，气温也才不到10度。穿着一件破袄子的孙武范虽然干着活，但被风这么一吹，哆嗦了一下，磨蹭着浇了一下污水。累瘫的孙武范坐地上看了看天，唉，又是艰难的1年。大家可以下工了。听着队长的声音，孙武范直起身子，拍了拍老腰。武范，晚上到我家吃饭。舅舅，不用了，没跟奶打招呼呢。舅舅王虎家3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能吃，养活自家人已经很难，现在这个世道，哪家还有余粮？而且已经帮了他很多。之前没上工的时候，一直是舅舅家供他吃喝。到了家，孙武范感觉自己要不了多久就要再重生一次了，走路都有点飘了。见还没开饭，先是灌了一肚子水糖，倒在了床上。一间10平不到的土房，这就是孙武范现在的家，无处不显示着这个家的穷苦。孙武范一家原先住的房间是要稍微好些的，可病了的孙武范被老太太给换了房间，原来那间房则给了他二叔家的大儿子。原主本来一家一共6个人，孙武范父母2个姐姐还有1个弟弟，据说是爸妈带着姐姐和弟弟往北边逃荒去了。一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几家，都说北边土地肥沃，粮食更是吃不完，但这都几个月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没带上他是因为前身那时正病着躺床上，家里人都已经放弃治疗了。再次醒来的也不是原来的孙武范，现在的孙武范并没见过他了。他醒来时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，晚饭还是老3样，看不见米粒的粥水，一小盘萝卜片，加上每人1块红薯。孙武范手上这块当属最小。小安被欺负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，一天就知道吃。老太太还想继续说，孙武范看这情况，连忙一口喝完米汤往外走去。你给我回来！行了，别管他，吃饭。唉，太难了。汉庆3年，今年是第2年，明年还有1年。1962年还有灾害，以现在的条件，我应该活不到那时候了。怎么小说里每个重生者都有金手指，我的呢？真憋屈啊！我一个重生者竟然快要饿死了。心里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，饥饿感又袭来。孙武范爬起床，偷摸出了房间，一路躲躲藏藏的来到一处塘子，从旁边找出条草绳，往上一拉，只见草绳下方挂着的藤网里有10几个大小各异的河蚌，这是他的储备粮。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他的命运齿轮开始发生变化，一道黑影侧面袭来，砰！躲之不及的孙武范被撞倒在地，试了几次才撑起身子，胸口更是火辣辣的疼。居然是一只小野猪！只见一头野猪正冲锋而来，这算什么？野猪幼崽吗？小野猪都敢来欺负我了！眼见野猪体型不大，孙武范搬起石块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野猪进食的瞬间，孙武范侧着身，然后直接一石在猪头上直接狂。只看着野猪爬到地上，才松开石头，脸上满是虚汗，大口喘着气。孙武范只感觉全身无力，摸了摸胸口，发现只是些许挫伤。刚松口气，就发现胸口有些特殊情况。这什么时候有的？只见胸口慢慢浮现出一个标记，觉得熟悉，可一时竟看不出这是什么玩意。这不是我那竹哨吗？标记很像后世他呼唤鸡鸭的竹哨，他一直挂在胸口当挂饰用。
突然意识一阵模糊，再次清醒，只看到白顶、黑土以及一个水池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大量信息涌入他的脑海。这是我的大棚，原来是这样。大棚也一起穿了，这竹哨现在是大棚的载体，而且带过来的大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空间内的水资源也是灵液，能加速动植物生长，提高品质。这里有5块土地，但目前开启使用的只有这1块，其他4块得大棚升级后才能陆续使用。空间种植和饲养动植物成熟成年，空间会获得能量升级点，到了一定的升级点，使用黄金可以让使空间升级。什么鬼设定？你升级才能用，那我就升级呗。为什么还得用黄金？这年代我上哪给你去弄黄金啊？估摸着意识回归身体，意念一动，旁边的野猪便一起又进了空间。了解一番后，给野猪喂了几口灵液，可最后还是无力回天，断了气的野猪灵液也无法救活。孙武范直接在空间给野猪分解了，石板上野猪肉片被煎烤得滋滋冒油，发出阵阵肉香，引得他口水直流。这3个月别说肉了，荤腥都没见过，他等得有些迫不及待。刚煎熟就吹了2口，直接咬下一块肉，烫烫烫，真香！吃着吃着，孙武范就哭了，太惨了！后世的他哪儿受过这种苦？3个月没沾过一点红血，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每天晚上睡觉都能被饿醒，醒了后灌1肚子水才能继续睡。1.7米的个子，80来斤。孙武范望着手上的竹哨，怔怔出神，这玩意竟然也有特殊功能。竹哨既可以化为印记，融入灵魂，也可以变成食物，不仅是大棚空间的载体，还有另一重功能预示：将自己的鲜血滴入竹哨，再通过竹哨将血滴滴入动物体内，即可让该动物认孙武范为主，动物将服从孙武范指挥，也能意念控制动物身体。但是目前只能让一只动物认主，竹哨和空间一样，得空间升级才能控制更多的动物。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把那块地种满，然后再考虑升级的问题。孙武范拿2块猪肉出来，往村里走。1960年的农村熄灯都早，这大晚上的村民除了造娃也没其他的娱乐项目，这就导致哪个家庭都是小孩3、5个。可今天午饭路过，发现舅舅家正闹得不可开交，附近几家村民也都在门口看热闹。孙武范把刚提出来的猪肉又收进储物柜，走了过去。王虎家院子里，孙武范舅妈李大花和孙武范家老太太正吵得厉害。你这说还钱就还钱，你家老大写的欠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去找你家老大要。这是他舅妈的声音。不是你家海水还，当初要不是你们闹得那么厉害，我们能借钱给他。当初要不是闹得太大，连村干部都来了，他不可能掏钱。自己亲孙子治病借点钱都不愿意，连老大家自己那份都不愿意拿出来，怎么好意思的呢？要你管，我家现在过不下去了，老大家带着剩下的钱跑了，就得你家还。你们不是喜欢出风头吗？他奶现在这刚开春，家里也没钱啊，能不能等到夏天结算了工分再说？说什么说？他爱找谁家找谁家，想让我们还钱，拿出我们家写的欠条。等算工分，你家也跑了怎么办？让我找家里那个病秧子还吗？病秧子说的就是孙武范。不行，必须今天还，还不上就用房子顶账。听到老太太的话，王虎一家沉下了脸，连在外的孙武范也是一脸阴沉。感情是惦记上我家房子了呗？怎么家里老小没房子结婚，就用这勾当来要房？李大花才明白过来，什么还钱都是假的，孙家是看上自家房了。你别说那些没用的，不还钱就给房子。对，要么还钱，要么给房。孙家这边一个小年轻叫道，这是孙武范的小叔孙德才，老太太最小的儿子，今年21还没结婚，附近出了名的好吃懒做。要不先还你们10块，后面的算了工分再给，行不行？王虎咬了咬牙说道，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家底了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。你不吃孩子们也不吃饭嘛，没钱有钱也该不到我们还，我就待在这里，有种你们来扒我家房吧。嘿，耍横是吧？你看我敢不敢扒你家房？孙德才见老太太不说话，赶紧站了出来，他一个二流子，你有种试试看。孙武范阴沉着脸走了进来，在门外孙武范算是听明白了，以前他还记老爷子一家的好，虽然是当初是舅舅一家闹得太大才给他治的病，但毕竟老太太最后还是出了钱的，想着带份肉回去呢。可刚刚才知道这哪是他们出，分明是孙武范父母跟孙家借的钱。眼看孙武范他爸不管他逃荒去了，音讯全无，这边就想找王虎要钱，给肉吃屁去吧！你怎么跟你小叔说话呢？老太太一看到孙武范就来气，也就你拿他当宝，可别说这种人是我亲戚，我嫌丢人。这话一出，连孙家老爷子脸色都拉了下来，老太太和孙德才脸都气红了。武范，你咋来了？王虎问道。舅舅舅妈，
你们怎么都没提过这事？小孩子家的，跟你提这干啥？孙午饭，你长本事了啊！连你奶奶和小叔都不放眼里了。我有什么本事？我不知道，但你们本事可不小，拿着我爸的欠条来抢我舅家的房子。还有孙德才，他是什么败家玩意？你们心里没数？上次刚花钱给他堵了窟窿，现在还敢给他房？你们一家子都缺心眼吗？你！老太太被气个好歹，周围的人没想到平时闷屁一样的孙午饭居然能说出这话。孙德才被气得眼珠子都红了。你个逼崽子！说着便冲了过来，孙午饭还能惯着他？冲着过来，孙德才就是一团黑乎乎的玩意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？孙德才被砸个正着，脸上黑乎乎一片，一摸烂泥巴，满脸的烂泥巴，又臭又黏。老子干不扁你！孙德才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，哪儿受过这种窝囊气？你过来啊，看我敢不敢砸！都干什么呢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都吃饱了闲着没事做吗？队长说，队长。众人纷纷招呼。七队队长王双宝吃完饭，正想去古井看看水况呢，就听到这一群吵吵嚷嚷的。老爷子也在呢，这都在，是有什么事？没事。老爷子还没说话，老太太连忙回应：怎么没事？队长叔，这是你来评评理。午饭什么事你说？叔，是这样的。孙午饭把事情经过说了个大概。这边孙家这一家子脸色都不好看了起来，老爷子更是脸色发红。还有这事？王双宝看了眼众人，心里有了数。队长，你说这老大家跑了，他家是不是得还我这钱？既然说开了，老太太也没啥顾忌。奶奶，条子上写的我爸还你钱，你这么急着找人要，你这是笃定我爸不在了？你爸现在还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，等你爸，别我们一家子都不用吃饭了吗？那就用我那间房抵账吧，我明天就搬出来。孙午饭见老太太不跟他讲理，便提出个想法。什么？你那间房抵账？做梦呢！还没分家呢。就算你的房，就算分家，也是算你爸的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孙家其实粮食还有些，几个儿子都没分家，钱和粮都归老太太管，他就想要这间房。既然你说抵账，意思是你还码，你拿什么还？我还？你们天天说我治病花了多少，我就想问问这100块是怎么花的？什么病要100块？你别说这有的没的，你问你爸去，钱是我们借的，又不是我们花的。孙午饭一听，这里面有隐情啊，钱肯定是借了，但原主父母这100块到底花哪儿了成了问题。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，先把这事先处理了再说。我就纳闷了，既然没分家，怎么还有借钱一说？不都是一起的吗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这一家子不要脸呗！拿钱的时候怎么也不给，你爹娘着急了才开口说借的。现在说这没用，白纸黑字在这，你来还？我还，答应我2个条件，我就还。午饭，你还什么还？别说傻话！王虎夫妻连忙说道。孙午饭也不想还这钱，但他想从孙家脱离出来，而且这钱明面上是前身父亲借的，这钱不还上是别想走了。而且他的钱那么好拿的，拿了也得吐出来。对，午饭，这可是100块，不是几块钱，你想好了啊？队长王双宝也劝了句：舅妈，队长叔，我有数，奶，行不行吧？嘿，来，你说什么条件？老太太笑了。孙午饭有没有钱的还能不知道？要是有钱，他早就找他了。第一，现在我住的那间屋子归我，我还完钱的时候，这屋子我不要，抵账30块。不行。听到第一个条件，老太太就直接拒绝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你也别说这房子跟我没关系啥的，这是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30块换着一间房，你是占了便宜。你就算不同意，最后闹到大队，闹到公社，这房子也还是归我。那时候可就不是30块能解决的了。孙家人听了这话都沉默了。绕了大队，人家可没那么好糊弄，就冲午饭还是个孩子，而且父母都不在了，这房子多半会判给他。这时候，孙家老三孙德文凑到了老太太跟前，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，老太太脸色这才好了起来。妈，答应他，这房子到时候空出来，我想办法凑钱，你40块给我。孙德文家一共5口人，俩大人3个孩子挤在一间10多平的屋子里，好不容易碰到这好事，哪能放过？其他几家也是心动异常，想着千万要答应。孙午饭现在精神力异常强大，对于几人的交谈声听得一清二楚，笑着等对方答应。行，条件答应你了，什么时候还钱？老太太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第二，还钱的时候我就分家，你们得把属于我的全部东西分给我，公分、粮食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。虽然知道东西不多，但该是他的，别人一分都别想抢走。你先说你什么时候还钱？孙德才急不可耐地问道。他妈可答应他要来了钱给他10块呢。等着吧，
2个月之内。什么？不止孙家人，就是王虎两口子，连王双宝都被吓了一跳。要说钱，不得不说下这个年代的工资，以工人工资算，工人级别分1到8级，1级1个月32元，2级40元，8级最高99元，每一个8级工都是厂里的宝贝。而且正式工之前还有3年的学徒时期，1月不到20元，意思要干3年转正后才能拿到32块1月的工资。午饭你可想好了说啊，70块你2个月还。对，奶，上面2个条件你答应不？答应了我2个月内还钱分家。哦，对了，我说的分家是指彻底断亲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愣了。这年代分家都是天大的事，断亲就更不得了了，彻底跟这个家断了关系。怎么样？孙午饭问道。只要你还了，断亲也行。老太婆才不管什么断亲不断亲，在她心里呢，只有孙德才最亲。午饭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钱你爸借的，还不知道你爸他们什么情况，你别随便往自己身上揽。李大花急了，舅妈，别说了，这钱和你们没关系。队长叔也在这，正好做个见证。行，队长你作证。孙午饭，你确定了？对，2个月还。有空间在手，又有精神力和竹哨辅助，他还还不上这几十块。队长，王虎和李大花都快哭了，王双宝也没了办法。孙午饭自己答应的，你们俩喊我也没用啊。行，我在这做个见证，这事就这样谈妥了，散脸吧。叔，我看还是那个字据为好，别到时候说不清。王双宝看了眼孙午饭，又望向这一家子，老太太却是没任何犹豫的答应了。王虎和李大花劝了几次，劝不动。10分钟后，一份还钱就分家断亲的字据写好，双方盖上手印，这才算完。不自量力！老爷子丢下一句，便率先离开。记得2个月。临走时，老太太恨恨地留下一句：你倒是说句话。李大花看着王虎就来气，王虎在旁边不说话。如果再苦些、累些，生活就能够好些的话，他拼了命也得让几个孩子和外甥吃饱。可这个年代苦啊，想吃饱饭就跟个美梦一样难实现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别愁了，我给你们带了好东西。孙午饭找了个没人注意的角落，从空间把猪头和猪腿拎了出来。还他娘，我有空去孙午饭他2个一家一趟吧，怎么也不能让孩子吃这亏。哎，去趟吧，我和你一起。李大花也没了法子，可去了又有啥用呢？现在哪家不是揭不开锅了？王虎他2个妹妹家能好到哪儿去呢？舅妈，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。提着肉喊了声：哎呦，野猪，你哪儿弄的？看着孙午饭手上的玩意，俩人惊讶出声。他们这附近是有个山的，但山不大，野物自然也就不多。以前还有些野猪、野兔、山鸡啥的，可现在大家都饿成这样了，哪还能放过这座山？像野猪这种，自然也变成了稀罕物。嘿，也是巧了，碰到只小的，这是我给你们留的。你给我们留这东西干啥？我拿去给你换成钱，一头小野猪也能卖个几十块，我再去你一家借点，把那钱给还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王虎还能吃这玩意？那我不管你，这是送你们的，你们换了钱也别给我。舅妈，还有红薯没？给我俩红薯呗。哟，我给你拿，这肉你别吃了，这是听你舅的，全换成钱。舅妈，我要生的，别弄熟了。午饭，你说这山里还有野猪吗？王虎看着地上的猪头问了句。舅，你可别打那主意，钱我已经有路子了，2个月保准能还上。听着王虎想进山，孙午饭连忙劝道：人多了还好，这大冷天的一个人进山可危险了很。我就问问你，心里有数就行。孙午饭看舅舅这样，就知道他没听进去，心里想着得赶快把这钱还了。午饭给你挑了3个大的，一个得半斤多。好嘞，舅妈，那钱我有路子了，这肉就别卖了，给小花他们补补。王虎家3个孩子，一个女孩，2个男孩，老大王小花8岁，老二王二柱6岁，老三王三路4岁。半大小子吃从老子，养着3个孩子，不管在后世还是现在，都是天大的压力在身。走了啊，你们也早点睡。说完拎着红薯出了院子。午饭，也不知道这孩子说的真的还是假的。午饭这孩子比你可靠谱，这肉咱们先熏起来，到时候钱不够就卖了凑凑。而且你没发现午饭不一样了吗？就和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吧？现在他家就他一个了，压力大了吧？进了屋子，孙午饭关上门，钻进了空间，在地上每隔1米挖了好些个坑，3个红薯丢进去，用土埋上，意念招来，灵液分别浇灌。只见刚刚埋入红薯，就不断的钻出芽苗。这么快？我这是要发了呀！把这些芽苗分开挨个种好，又浇了些灵液。只见红薯苗飞速生长，满地的红薯藤蔓开始蔓延开。虽然红薯苗并不多，但孙午饭还有办法。老藤反青育苗，
直接在红薯藤上截取一节继续种植，浇灵液。不一会，2亩地就覆盖满了红薯藤蔓。浇灌了灵液的红薯藤结长势丝毫不弱于红薯芽苗。孙武范又截取了一些红薯藤收进储物柜，待下次种植时使用。好东西，这灵液真是好东西，从芽苗到成熟只需要短短几分钟。意念扒开一块土地，红薯已经成熟，一个得有2斤，一根藤上少的5、6个，多则10数个红薯。意念一动，红薯藤被收进储物柜，然后整个2亩地都翻滚起来。红薯藤这玩意人也能吃，而且还是喂猪牛羊的好饲料。24000斤，没想到2亩地竟然收获24000斤红薯，亩产12000斤，这产量就算放在后世也达不到吧？这随便一波操作，靠着灵液就超过了后世的产量。掏出一个，一口咬下，甜，又脆又甜。意念操纵空间，继续种上一茬红薯。这次不再浇灌那么多灵液，每个藤节滴了一滴。就这样，红薯藤蔓也开始飞快的生长，只是速度没有上次那么快。孙武范已然满意这样的速度，按照这情况，3天的时间红薯就能成熟，吃饱的感觉好爽。3个月没吃过一次饱饭啊！虽然前面吃了猪肉不是太饿，但长期饥饿的孙武范最后还是把一个小2斤的红薯吃了下去。3个多月来第一次有吃撑的感觉，好幸福。这一次收获空间升级点数完成1/10，看来前期升级点数并不难弄，就是这黄金我得去哪儿找？虽然第一次升级只需要500克，现在也没有这门路啊。带着美好期盼，孙武范进了梦乡。几个月来第一次没半夜被饿醒，第2天睡了个自然醒，没人叫他吃饭上工，他也乐得清闲。孙武范啃了半个红薯，往队长家走去。小龙，你爸妈回来没？孙武范对着门内那搓着泥丸的屁娃问道。没呢，哥。小家伙吸了下鼻涕，可把孙武范恶心的不行。看着小家伙，孙武范从空间切了一片红薯给他，给你的。鼻涕擦了再吃。武范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孙武范回头看到王双宝夫妻2人拎着锄头走了过来。叔，婶子，娘，这好吃，你吃。小娃娃哪儿吃过这种红薯？看到爸妈回来，连忙递了出去。你就吃，也不擦擦鼻子。江梅拍了小家伙一下。你今天怎么没上工？叔，我后面几天有事去不了了。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进屋说。江梅对孙武范没什么好脸色，他也知道了孙武范还钱的事，以为是来借钱的。孙武范对此见怪不怪，这年月自家都养不活，对来借钱的人哪能有什么好脸色？但也不怪他，都是一个自闹的。穷，就算后世牵扯到房这种大事，也没见几个不在乎的。孙武范趁着他们不注意，随后便从空间摸出一块猪肉。叔，婶子，给你们带了点肉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事直接说。别人家送的东西他收也就收了，可孙武范这个小伙子是真不忍心收，家也没了，还被亲爷奶逼债，你看着瘦的皮包骨的，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收他的礼。也因为这样，王双宝对孙武范格外照顾，活检轻松的给他，工分也没少过。旁边的江梅脸色也好了些，不说别的，起码孙武范这求人办事的态度挺好。叔，肉你收着，你给我安排轻松活计我都记心里了，1块肉不算什么。但王双宝想了想，还是收下了这肉。叔，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开个介绍信？过几天公社赶集，我想去看看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想去趟京城。哥，王双宝还想着借多少合适呢，多了家里也拿不出来，少了感觉也起不到啥作用。哪知道孙武范来找他要介绍信，没办法，这年月你要是出去没个大队给开的证明，被逮到了可就玩大发了。就这事？对啊，这队长还是可以教的，有事你找他，他真给你办啊。小事，你晚上过来拿就行，肉你拿回去。这点小事还收1块肉，那不真黑了良心。送出去的东西哪儿有往回收的道理？谢谢叔啊，我晚上再来。说完便出了院子。江梅听到孙武范没提借钱，脸色这才好了些。家里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？娘们家的，头发长见识短。家里没外人，队长直接骂了句。怎么，这孙武范还有什么特别的？虽然家里江梅管钱，但什么事基本都是王双宝说了算。见他对这个孙武范特别照顾，很是意外。别看他个子高，但你别忘了他才16岁，周岁才15呢。你昨晚没看到他的表现，一人对的孙家全家没人敢大话，就他们家那个二流子都怕了他。也许这孩子早熟呢。江梅不信地说了句。早熟？咱家老大16岁在干啥？孙武范说话有条有理，做事待人都不差，以后肯定比我厉害得多。现在帮一下准没错。王双宝自认眼光不会差，不然也不会当上这个小队队长。他们小队按照传统根本轮不上他做这个小队长，但谁让他跟大队长关系好呢？那我们到时候借多少？江梅见他这么肯定，也就不说啥，有多少借多少呗。可老大怎么办？